快！小赵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哭了？张公子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要待我这么好呢？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挡在我身前？我只不过是个低三下四的奴婢，你为什么要冒着受伤之险来保护我呢？啊，这也没什么。你是个姑娘家，别说我了，换成任何一个男子都会挺身相护的。公子，小心呐！这么容易开的门，小心有机关。别怕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哦。看来，这个房间是个尽头了。难道这具骷髅会是杨顶天？这是什么？恭喜公子，这是明教武功的无上心法。不会吧？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羊皮啊！你拉紧一点。公子，这是乾坤大挪移的心法哎！张公子，乾坤大挪移是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绝世武功，你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欢喜哎。咱们在这密道里面，没有米，没有水，如果出不去，最多只能待个7、8天呢。就是学会了这至高无上的武功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奇怪，陈坤为何不把这乾坤大挪移的心法拿走呢？没看到杨夫人的尸骨，像是他当时的心在杨夫人身上。公子，你在说些什么啊？哎，小赵，你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羊皮上的秘密？
那次老爷和小姐谈起这件事，我经过不小心听到的。他们是明教教徒，不敢擅进密道，违反教规。这杨顶天因为女人而死，陈坤因为女人把武林搅得天翻地覆。咱们把他葬了吧。嗯。想必杨夫人不知道杨顶天给她写了封信，便已自杀了。哎，公子，拆开来瞧瞧好了。只怕不敬。说不定杨教主有什么遗命呢？万一杨教主信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如果公子有机会出去的话，也好转告老爷和小姐，可以完成杨教主的心愿呢。竟余命在旦夕，又负前教主重托，实为本教罪人。盼夫人持此亲笔遗书，召集左右光明使者、四大护教法王、五行骑士、五散人，百余一命，不论何人重获圣火令者，为本教第34代教主。不服者杀无赦。令谢逊暂设副教主之位，掌理本教重务。看来他早知道夫人和陈坤的暧昧关系了，而留下这份遗书。只可惜杨夫人没看到这封信，否则明教也不至于如此自相残杀，闹得天翻地覆啊！小昭，你看，这里画了个图啊！余将以残存功力掩石门而和陈坤共处，夫人可依密道全图脱困。当世无人有乾坤大挪移之功，即无人能推动此无望位石门。待后世豪杰炼成，余即成坤骸骨朽矣，顶天景白。这是密道全图。有这个全图，咱们就能出去了。对，可以出去了。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，从这个门出去，再经过。经过哪儿啊，小昭？哦，过信道，进到兵器室。什么？这儿，唯一的脱困之路，正是被那和尚用大石头堵住的那一条。得此密道全图，和不得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哎，杨教主在遗书上说，只有乾坤大挪移神功才能推动石门而出。就算练成乾坤大挪移，我又不知道无望位在什么地方。图上也没说呀。公子，你是说无望位吗？那是伏羲64卦的方位之一，其阳在南，其阴在北。无望位在明夷位和随位之间，我想应该在那个地方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嗯，真的有门。公子，你试试看这里。那我试试看。小昭，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陷于困境。不是我不好，是我带你进来的。小昭，别说我觉得你是个谜样的女孩，你为什么装成丑样？为什么装成不会武功？甚至你又懂得深奥的五行八卦呢？或许你有难言的苦衷吧，你不说，我也不勉强你了。哎，公子，不如你来练一练乾坤大挪移心法好不好？说不定你聪明过人，一下子就会了呢。明教的几任教主穷毕生之功，也没几个练成的。他们既然当得教主，自是个个才智卓绝。我在旦夕之间，又怎能胜得过他们呢？你会九阳神功，也许能超越他们。你怎么知道我施展的是九阳神功啊？反正被困于此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也许你有天赋，很快就学会了乾坤大挪移，那么咱们离开这儿就有望了。
很难看，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啊，这乾坤大挪移心法，乃在颠倒体内一阴一阳、一刚一柔的乾坤二气，所以脸上会显出青红之色，那是体内血液沉淀，真气变换之象。你的脸色已经恢复了，看来你已经练成了第1层，真快呀！每人体内的潜力原极庞大，只是平时使不出来罢了。在面临危急状况的时候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往往能负千金。以往修行这心法之人，只因内力不够，勉强修习，反而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不懂。简单的说，一是因为我求生心切，逼迫自己速练速成；二是我已练就九阳神功，本来我体内积蓄的力道，因未得到高人指点，反而使不出来。现在这乾坤大挪移心法，把我体内的潜力激发出来了。既然要超越一般人的一柄，那就赶快打铁趁热吧。我每次练到此句，就觉得心跳加剧，气血翻腾啊。你练到第几层了？第7层。啊，乾坤大挪移能练到第7层，你已经超乎常人了。弟子张无忌无意得回名叫神功心法，志在脱困求生，并非存心亏欠贵教秘籍。无忌若能脱险，自当以此神功为贵教尽力。连带教主在上，请你们保佑张无忌公子重整名教，光大列祖列宗的威名。公子，你不如休息一会儿，养足精神，早点练成神功。我只要学了乾坤大挪移，已经是福泽功德了，又何必人心不足，贪多误得呢？应该要知足常乐，要适可而止才好啊。公子，你是哪几句还没练成啊？我总共有19句，是这句、这句，还有这句，这些。小赵，你记着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我想连公子也不会，倒要看看是怎么个难法。公子，你去试试看，能推开这个石门吗？现在才感受到自由的可贵啊！赵公子，小赵，你好漂亮啊！你只是说说而已吧？不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以后别再装作驼背跛脚的怪样子了，现在这样才好看。好吧，你叫我不装我就不装，就算是小姐要杀了我，我也不装。你别胡说啊！好端端的不回妹妹，干嘛要杀你啊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肤色奇白，鼻子较一般女子为高，
你是西域人吧？嗯。你的美啊，比起中原女子来，另有几分韵味。其实我宁可像你们中原的姑娘。哎，不谈这些了，我们想想办法，怎么上光明顶吧。啊，对了，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，也不知道战况如何。武当剑术果然不凡，老夫佩服。白眉鹰王，眼下明教个个受伤，就剩下你一人。你若投降的话，我倒是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莫奇侠是小婿同门师兄弟，怎么说也算是老夫的姻亲，难道今日非拼个你死我活不成吗？尹天正，你不提我张五哥也就罢了，今日提起挑起前恨，将我于三哥、张五哥全都是伤折在你天鹰教手中。此仇不报，我枉于武当七侠之名。老夫自小女死后，不愿再动刀剑。今莫奇侠苦苦相逼，老夫只有舍命奉陪。以为之甚，岂可在乎？老夫纵横半生，从未在招数上输过一招半式。好，不愧为张三丰的传人。前辈手下留情，在下佩服。宋远桥，愿给殷老前辈疗伤。不劳大侠费心了。那接下来就由宋某来领教殷老前辈的高招。宋大侠，武当派以车轮战打一个受伤的老人家，这不公平。公子，是他，曾阿牛，爹，是无忌哥哥。这小子失踪了一天，怎么又冒出来了？他这一来不知是好是坏。他身边的漂亮姑娘是谁啊？这位少年朋友的话不错，虽说武当派和天鹰教仇深似海，可是我们武当却不愿意乘人之危。这场过节仅可日后再行清算。我们6大门派这次来是冲着明教而来的，天鹰教早已脱离明教，自立门户，江湖上人人皆知。殷老前辈，你不必淌这趟浑水，还请率贵教人众下山去吧。宋大侠好意，老夫心领了。老夫是明教4大护教法王之一，虽然自立门户，但明教有难，我岂能置身事外？你身受重伤，宋远桥不愿趁人之危。前辈，空文大师，这次围剿魔教，各派敬仰你少林派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，一致推举你为进攻光明顶的发号施令之人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还有什么话好说？
魔教不能留下一个活口，除恶务尽，否则他日死灰复燃，又必会危害江湖。华山派和崆峒派各位，请将场上的魔教余孽一概诛灭了。武当派从西往东搜索，峨眉派从东往西搜索，别让魔教有一人漏网。昆仑派预备火种，焚烧魔教巢穴。少林弟子各取法器，诵念往生经文，替六派寻难的英雄魔教教众超度，化除冤孽。焚火残躯，熊熊胜火，生利何欢，死利何苦？为善除恶，为光明故，喜乐悲愁，皆归尘土。怜我世人，忧患时多；怜我世人，忧患时多。善哉善哉！让我先杀了那个白眉老贼再说。且慢动手！你身为昆仑派掌门人，竟如此对付一个身受重伤之人，也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？哼，要你这个无名小子多管闲事吗？小子，你是谁？我叫曾阿牛。太冲，老夫领教你昆仑剑法。空文大师，事先说好的，双方依照武林规矩逐一对战。不错，明教自杨左使以下全败下阵，但我殷某人还没有死，也没有认输。大师乃一派宗师，不可出尔反尔，以多取胜，屠戮我明教。各门各派，稍等片刻，
我等必须言而有信。真是麻烦！我空通五老就是来解决白眉鹰王。鹰老前辈伤重在身，不如我先替你上阵。晚辈若不成，前辈再出马也不迟啊。你应当不是本教教徒吧？晚辈不属明教，也不属天鹰教，但对老前辈心仪已久。今日和前辈并肩拒敌，乃是分所应当。不妥！你的内力深厚，老夫自叹不如。但是本领再强，也敌不过对方源源不断的武林高手，连番上阵。我尹天正为教而死，理所应当。你与明教毫无瓜葛，没有必要白白断送在这光明顶上。喂，废话讲完了没有？鹰老前辈，前辈。鹰老前辈说，你们5个不配跟他比拳，除非先胜得过我，再跟他老人家动手不迟。你小子是什么东西？今天让你知道空通派七伤拳的厉害。人生5行，心属火，肺属金，肾属水，脾属土，肝属木，再加阴阳2气，一练7伤，7者皆伤。这是我派七伤拳谱总纲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七伤拳的拳功，每练深一层，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伤害，实则是先伤己再伤敌。以晚辈的拙见，前辈的七伤拳还没练到家。鹰老前辈，你先歇息吧，这一仗晚辈代劳了。小兄弟，多加小心呐！小子，太看不起我们崆峒派了。大哥，少跟这小子啰嗦，看拳掌！乾坤大挪移？爹，你说什么？不可能啊！他不可能会我明教的无上心法，可他能把对方的拳劲移走，这分明又是乾坤大挪移啊！对，怎么不对啊，爹？就算是乾坤大挪移，没有足够的内力是不能运用自如的。爹，不要再乱猜了，待会儿等他打完了过来问他一下不就得了？鹰老前辈，这一阵没让你失望，先撑下场面了。曾阿牛的武功又精进不少，真是邪门了。阿弥陀佛。贫僧少林派元音。是你，当年就是你在武当山力争我爹灭龙门镖局，害得我父母因而惨死。这些人，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，别急着报仇，要慢慢地等下去，只是一个都别放过。张无忌呀，张无忌，今日的大事是要调解6大门派和明教的仇怨，千万不可为了一己私心，闹得难以收拾。少林派的过节，日后再算账也不迟。施主强行来此出头，到底受了何人指使？我问你话，你为何不答？我来是盼望6大派和明教罢手言和，并未受任何人指使。要问6大门派，
跟魔教霸首言和，难上加难。如果施主不是魔教之人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我可以不为难你。请下山吧。怎不见贵派的元真大师呢？元真师兄，这次6大门派围攻明教，实则是受了奸人的挑拨，在下深知其中曲折原委，斗胆先请西武止戈查明真相，谁是谁非，自可秉公判断。施主指名找元真，难不成你所指的挑拨奸人是指他吗？不错，只要元真大师出来跟在下对峙几句，我保证他的奸谋就能大白于世。你这小子奸猾无比，你明知元真师兄已经不可能出来跟你对峙，啊，你硬是指明要跟他相见，那你何以不让武当派的张翠山出来对峙呢？元婴大师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。元婴大师，这张武侠的名讳，其实由得你乱说的。普天下之人皆知张翠山自甘下流，受魔教妖女的诱惑，最后落了个好色之报。不许你侮辱张武侠！出家之人，据实而言。你住口！元婴大师，这龙门镖局的血案，并不是张武侠所为，请不要如此记恨。何况张武侠都已经自刎身死了，再大的仇恨都应该化解了。大师是出家人，4大皆空，何必对旧事如此念念不忘呢？哼，小施主，你武功了得，我没话可说。不过，我要问你，你为什么这样口口声声的要与元真师兄对峙呢？用意何在？元真大师，俗名混元霹雳手程坤，他昨晚混入了明教内堂，亲口吐露，就是他设计挑拨了6大派和明教之间的不和。不可胡言乱语，污蔑我少林。当天下英雄之面，晚不要当天立誓，此事千真万确，若有虚言，万劫不得超生。片面之词不可轻信，所以晚辈才需要元真大师出来当面对质啊。元真师侄是我空剑师兄的入室弟子，佛学精深。除了这次随众远征魔教之外，多年来从不出寺门，如何能是混元霹雳手程坤？更何况元真为我6大派苦战妖孽，历尽元寂，他死得清明，岂容你？历尽元寂，程坤死了吗？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我以少林掌门人身份向你保证。空文大师所言不虚，他和我师弟李天元比掌，结果是一死一伤啊！奸贼啊奸贼，你一生作恶多端，终于有这么一天。哟，坏了！元真佛珠，罪魁祸首遭了应得之报，原是极大喜事。可是从此无人对峙，真相反而不易大白。施主明知元真师侄已死，却将一切罪名推在他身上，我岂能容你？老衲要动手了！是龙爪手，小兄弟，不可大意啊！公子，小心呐！哎呀，
大师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！你心里不舒服？没有，师姐。这种事，师姐我可是过来人了。踢云纵，这少年怎么会有武当派的踢云纵呢？哼，施主，你这是逃命，不是比武。大师招招要我的命，我就只有逃了。大师如果真要比武也行，小可奉陪。不过，要是我赢了大师，那要如何？好，年纪轻轻，口气倒不小。如果我在拳脚上输了你，要杀就杀，要斩就斩。大师言重了。若是晚辈输了，自当听凭大师处分，不敢有半句一言。若是侥幸能够赢得一招半式，还请大师退下光明顶。老衲不信龙爪手治不了你。少林派龙爪手乃天下擒拿法中无上绝艺。既然你知之甚详，此时投降。不急不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方才对招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师的36招龙爪手练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儿。好，一句话，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龙爪手，我立即回少林寺，从此不出寺门。大师言重了，请出招吧。你要是还以轻功闪躲，这场比武是打不完了。行，晚辈若是再倒退半步，便算输了。好，赢要赢得公平，输也要输得心服。接招，捕风捉影，头巾五色，劈抗，倒虚，倒残，手缺80连环。捕风捉影，纵情虎色，劈抗倒虚，爆残手缺。你什么时候偷学到我少林派的龙爪手的？是刚刚大师教我的。龙爪手是我少林秘学，为何这少年能后发先至？而且出招的手法尽力，方向部位更是稳训兼备，有如数十年苦练之功一般。他真有过目不忘、现学现会的本事吗？这龙爪手如此厉害，必是经少林派数百年来千锤百炼，是可说是不败的武功。只要我学了，乾坤大挪移后，能很快地记住他的招式，一样画葫芦，以龙爪手与他对攻。若真要以别的拳法取胜，当真十分艰难。好，我就以正化反，倒着他。倒着他，好，以正制反。罢了，曾施主的确比老衲高明的多了。晚辈是以少林派之武功胜了大师，对少林派而言并未失威。今若以其他招式，恐难占得大师半点上风。曾施主仁义胸怀，老衲既感且佩。晚辈犯上不敬，还请大师恕罪。这龙爪手到了曾施主手里，竟然能有如此威力。日后有时间往驾临敝寺，老衲要一尽地主之谊，多多请益。不敢不敢，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，晚辈年幼学浅，还盼来日有机缘请大师指点。阿弥陀佛。不知前辈有何见教？他是华山派掌门鲜于通，武功平常，诡计多端呐！曾少侠请了。
你谭中穴中我丧门断魂钉，最多我3个时辰。曾少侠虽神功盖世，连败昆仑崆峒，甚至连少林神僧也甘拜下风，但终究还是败在我华山派之下。原以为有人可以带我明教出头，眼看着就要化险为夷，却遭人暗算。天要亡我明教，夫妇何言呐？我等就是拼到最后一口气，也不让6大门派顺心如意。慢，杨作使，这位小兄弟他没事。他明明中了。他一定是以乾坤大挪移来挪学一位，所受的只不过是皮肉伤。师傅，好，好厉害啊！谭中学乃人参死穴，他居然没事儿。但不知是哪位高人门下调教出这等惊世罕见的少年鹰侠。宋大侠，6大门派中只剩下贵我2派了，老尼姑女流之辈，全仗宋大侠主持全局了。哦。灭绝师太，我七弟和鹰教主已对过阵，未能取胜。灭绝师太剑法高超，定能制服他。好，我峨眉派就出这个头。有劳师太。曾少侠手无兵器，灭绝师太，你不能以无坚不摧的倚天剑来欺负人。曾少侠，你用什么兵刃？多谢前辈好意，我不需要兵刃。晚辈剑法平庸，绝非师太对手，实在不敢和前辈敌对。前日前辈曾对明教瑞金旗下高抬贵手，何不？那是你救的，不必讨这个人情。那天算你命大福大，挨我3掌不死。今天你休想过我倚天剑，出招吧！晚辈从没练过剑法，不知道如何出招，还是师太先请吧。我不会对你客气的。好一把倚天剑，我去帮你夺来。少胡来，别想破坏我的计划。
会是我的劲敌呀？我去杀了他！你又来了，周师妹，他果然待你与众不同啊！芷若，你还不过来？这个姓曾的怎么会对芷若特别眷顾？难道他们……命君一语点醒我，这小子偏偏留下芷若的兵刃不夺，莫非他俩有什么暧昧？芷若，你还不快过来！过来呀！站住！今日局面已经尴尬无比，张公子如此待我，是不必当我和他私有情弊，定会逐我出师门，成为武林中所不齿的叛逆。芷若，一剑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快呀！对不起，师命难违。公子，你快躲！为什么不躲呀？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你的伤口在流血呀！公子。还有峨眉两派，哪个不服在下调解的，请出来较量。怎么了？好倔强的人，他的神态怎么会那么熟悉呢？峨眉派认输，你若不死，日后再行算账。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，5派均败在你手下，现在只剩下武当这一派了。六大门派此行的成败，全仗宋大侠裁决了。爹，让我去料理了他。爹，公子。要我武当派乘人之危去对付这么一个重伤的少年，良心难安呐！大哥，以小弟之见，大局为重，我五兄弟的名声为轻。柳叔，您的意思呢？您说句话呀！魔教作恶多端，除恶务尽，乃我辈侠义道的大戒。名声固然重要，但现今两者不能兼得，当取大者。庆叔，要小心。是。曾阿牛，你若非明教中人，尽可离去，自行下山疗伤。六大门派只属魔教邪徒，与你无关。大丈夫急人所难，死而后已。多谢宋兄好意，我决与明教共存亡。我就算准了你会这么说的。武当有意放你生路，你竟然执迷不悟。碍于大局，宋青书只有得罪。令尊宋大侠谦谦君子，
天下无人不服，没想到他独自心计，竟如此城府。曾少侠，你对我们明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弟兄们感激你了。到这一步就不要再斗了。姓宋的，老夫接你几招。少少，小丫头，你干什么？有本事你杀了我再说。你别担心，他杀不了我。可是你身受重伤啊！校长，你挺身护我，为什么待我这么好？因为在明教圣境的时候，你也护我，也待我好。一个你，一个珠儿，够了。就算我现在死去，我也算有红粉知己了。小丫头，走开！校长，你让开，相信我。站起来接招吧！跟你动手，不必站起身来。哼！我看你是重伤虚弱无力，站不起来了吧？秦叔，点他的穴道，令他动弹不得，千万不要伤他的性命。孩儿知道。为了芷若妹妹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原来你是为了周姑娘才迁怒我，原来你喜欢。他竟然已经练到了乾坤大挪移第7层，化有形为无形，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停住！不可！秦叔。武当是否还要派人？去吧。各位，今日之事，我武当派已尽了力了。像是魔教气数未尽，上天派来这个奇怪少年，前来相助明教。我们若再执意缠斗不休，那么我们这些名门正派和魔教之间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对，大哥说的是，咱们即刻回身，听师傅指点太极功，日后武当派定会卷土重来。待这少年伤愈之后，再决胜负。武当就此告别，还请各位门派一起下山歇息吧。姓曾的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不想伤你。可是我和杨逍仇深似海，你让开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不容任何人杀明教一人。那我只有先杀你，再杀杨逍。你当真不让？不能让。爱。你六叔，你就杀了我吧。你找我什么？你六叔。无忌，你真的是无忌吗？江湖上人人都在逼问我义父谢逊的下落，在不胜其扰之下，我只能化名为曾阿牛。现在我随时会死，在殷六叔面前可以坦然相告了。真是无忌！你是无忌，大师哥，是无忌啊！是武师哥的儿子张无忌啊！无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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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忌啊！无忌，大伯，其实说，
忌，无忌，你早就知道他是张无忌。张无忌，难怪觉得他的神态如此眼熟。无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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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季阳呢？你这猪狗不如的淫徒！不许伤我爹爹！你让开！今天我要替你娘报仇雪恨！你真的要为我娘报仇雪恨吗？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。好，你就去杀了他！去杀了这个老贼泥！他是你娘的师傅啊！我娘就是被这老贼泥一掌打死的。壬午年的7月19，我永远记得那天，在蝴蝶谷，那老贼泥逼娘来杀我爹爹，娘不肯，老贼泥就将我娘打死了。这是无忌哥哥亲眼看见的。你要是不信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那个老贼泥呢？师太，他说，季姑娘是不错。我灭绝一向明人不做暗事，季孝夫不顾廉耻，与杨逍偷情生子，这已经是违背师门。他不遵师命，还不愿去刺杀杨逍这个淫徒恶贼，这等的孽徒留在世上有何用啊？殷六侠，为了顾全你的颜面，我一片好心，始终隐忍不言。这等无情无耻的女子，你何必念念不忘于她呢？我不信，我不信小夫会对我寡情无义。你问问这女孩子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不悔，我娘说了。这件事情，他永远也不会后悔。不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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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！你们两个快去看看。是。一场好戏，竟然让张无忌给破坏了。听着，对方人多，你不会调动地方兵力啊？他们人多，我们就比他们多10倍、多100倍。芷若，我们走。阿弥陀佛。七叔，恕侄儿先前无礼。不妨，不妨。师公老人家附体安康。啊，师傅很好。闭关前，他老人家总惦记着你，没事就聊起独自一人带着你往少林为你医治玄冥神掌阴毒的往事。哎呀，这一晃啊，都快10年了。无忌，你看，你都长这么大啊！你拥有这么高的武功。无忌啊，想必你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吧？师伯，我外孙，外孙啊，外公，外孙，我的好外孙，原来单打独挑，威震6大门派的少年英才，是我应天正的外孙呐！外公，无忌给您磕头了。无忌，好，素素生了个好儿子。外公，鹰王，你自立门户，原可不必理会明教，但你依然为护教舍身力搏，这番大情大义，宋某佩服。
无忌啊，你可以下山吗？哎，赵公子，赵公子，无忌伤重，恐无法远行啊。那好吧，等痊愈之后，定要回武当一趟，也好让你师公见见你啊，叫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。我会回去的，我也想师公，我会回武当的。快把我元真师兄的法体交出来，不然我一把大火烧得你们个个尸骨全无！哎，你发什么癫呢你？这是笑话吧？你这活图贼我们都不要，要元真那死和尚干什么？原因，我们一直都在此处，并未见魔教人来过此地，也绝不可能有人在我们眼下带走元真。可是元真师兄的法体确实不见了。只有一个解释，怕是其他门派收取本门死者尸身之时误收了去。张施主，大师，别忘了你我之约呀！若得空，萧可定当登寺拜访。阿弥陀佛，老衲要回少林了。无忌啊，今日一战，你名扬天下，对明教更是恩重如山。盼你以后多多规劝引导，使明教改邪归正，少做坏事。据侄儿所知，其实明教，侄儿尊奉大伯教诲，自当全力而为。那好，我们也该告辞了。记着，商议好啊，就马上回来啊。知道了。告辞了。明教弟子听令，谢张少侠护教救命之恩，谢张少侠护教救命之恩。杨伯伯，不可，不可！无忌，无忌，哎，无忌，无忌，无忌！赵公子，赵公子！
怎么样啊？内力充盈有力，强劲浑厚，没有内伤。那就是被剑伤到皮外了。这我就放心了，咱们让他好好的休息吧。小昭，你装的真像啊！啊，连我都被你瞒得死死的。我就说你有古怪嘛。不过想不到，这么一个丑东西，居然还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小美人啊！说，你为什么要扮成这个样子？你来我明教有什么企图？你不要以为像以前一样不说话就没事了，你要不说我就……山下告警，难不成6大门派输的不服，去而复返？带着巨鹰帮、海沙帮、神拳门，还有丐帮、三门帮、巫山帮，由北面攻上山来。这些跳梁小丑，他们也敢攻上门来。对方虽是小门小帮，只不过兄弟们多数有伤在身，所以不敌。有胆就上光明顶，老夫。英雄，没事没事。我们7个先是中了成坤的幻音旨，还没恢复元气就拼6大门派，到现在一口真气儿都提不上来呀！白眉。我看你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没看我们伤的伤，瘸的瘸，连个养伤的时间都没有啊！这些平时不起眼的小帮派，却成我明教的致命大患。我们不能束手就擒，不能任由他们骑到我们明教头上。我们跟他们拼了！跟他们拼了！杨伯伯，无忌，杨伯伯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无忌。你伤重在身，干嘛起来走动呢？我不赞成你们立敌，虽只是下策，但因局势所迫，不得不行啊。那我先问你们，你们有几成把握退敌？没有。我倒有一法可行。无忌啊，这儿都不是外人，你就明说了吧。对，就明说了吧。全部退到密道，暂且躲避，敌人未必能发觉，就算发觉了，一时也不易攻入啊。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嘛。我们是暂且避祸，待大伙儿伤愈之后，再和敌人一决雌雄，这也不算是灭了明教的威风啊。张少侠此法极妙，就这么办。杨伯伯赞成了。小昭，你扶张大侠到密道去。我们随后就来。别以为我听不出你们的口气，你们绝不会来的。各位前辈。我虽非贵教中人，但和贵教共过一场患难，总该算是生死之交啊！难道我就贪生怕死，撇下各位自行去避难吗？无忌啊，你有所不知，明教历代传下严规，这光明顶的密道，除了教主之外，本教教众谁也不得闯进，擅进者死啊！不过你跟小昭不是本教之人。不必守此规矩啊！对，张少侠可以去。杨左使，我们守不住了，敌人就要上光明顶了。你们明教这不成文的严规，难道就没有变通的方法吗？有变通，有变通之法。怎么变通啊？各位听我一言，张少侠武功盖世，义薄云天，与本教呢有存亡继绝的大恩大德。对，咱们就拥立张少侠为本教的第34代教主。倘若教主有令，号令大家进入密道，大伙儿遵从了教主之令，那便不是坏了规矩。行，我们5散人举双手赞成。这个办法。
我没意见。我看张少侠，我年轻识贤，无德无能，不敢当此重任呐。再说我师公张真人当年谆谆告诫我，不可深入明教，我应承在先，所以无忌，我是你外公啊，难道你外公亲不过你师公吗？啊，你自己想一想，入不入明教，自己看着办。公子，那封信。谢谢你提醒我。杨伯伯，这是我从密道中带出来的杨教主所写的一封遗书。杨教主遗命是要我义父金毛狮王暂设教主之位。问你一句话，张少侠，你是否练就了乾坤大挪移？是因为回答我是还是不是？是。那么，明教教主就非你莫属了。杨伯伯，明教只准教主才有资格练就乾坤大挪移。换句话说，你练会了乾坤大挪移，就是当然的教主。光明左使者见过教主。参见教主。别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不答应，我们就不起。我们就不起。加上光明顶，不要放过魔教任何一人。我不想因为我而害了你们大家。好，我答应了。来，起来。杨左使，传下号令，本教上下人等一起退入密道。谨遵教主令谕。奉教主令谕，退入密道。天鹰教是客，客为先，为父王五载人为次。天地风雷四门，带足粮食清水，金木水火土武器断后，立即行动。是。这份就是乾坤大挪移心法，交给你。属下不敢收。杨左使，钱教主的遗书上写的明明白白，乾坤大挪移心法暂由谢逊接掌，日后转给新教主。以属下之见，还是由新教主掌管比较好。是啊，对，都是。好吧，我就暂时保管，大家先各自疗伤，等伤好了再说吧。是。啊。魔教十恶不赦，见一个给我杀一个，绝不放过！爹，我去找青翼蝠王。女儿，离着，千万不要着急，你得听我的。爹，我要为师哥报仇。不急，让其他帮派打头仗，咱们捡现成。要抓到青翼蝠王，我会将他碎尸万段。咱们分开走，等抓到了青翼蝠王，我们就得手了。谢教主以九阳神功为属下解除了数十年的痼疾。哎，晴晴，你的无意让我得到机缘，我这是回馈于你。为父王，从今以后你就不必吸人血抗寒毒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赵公子，杨左使有个不请之请，请你把小周的锁打开。福儿，把小周的锁打开。钥匙放在抽屉里面，走的时候匆忙没有带出来吗？那不妨，
小昭，你去跟不悔妹子去拿钥匙吧。小昭这丫头年纪不大，性格极为古怪，教主不得不防啊。我对她装成急眼歪嘴、驼背瘸脚的怪样着实好奇。我也问过她的来历，她不说，我也不便追究。倒是她对我出自真诚的关心，我感激在心。要不是无忌哥哥开口，我才不会给你开锁呢。小姐，这些鸡鸣狗盗的下三流帮派，这跟土匪盗贼有什么区别啊？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我的钥匙呢？没了。小赵，我看这是天意，这链子恐怕要锁你一辈子了。你们是明教的人，小赵，小姐，我一直对你，所以，不过我还是想要对你说，谢谢你啊，小赵。我年纪比你大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就叫我一声姐姐。小昭不敢，我一直对你不好，刚才你大可袖手旁观，可你却没有，反而挺身而出。哎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来，我们去找无忌哥哥，看他有什么办法来解开你的铁链。走。我以九阳神功加上乾坤大挪移的内劲，确实拉不断这铁链。杨左使，这铁链是什么材质做的？这个铁链是我们上代教主无意中得到一块陨石，经试炼，其中所含的金属质地和世间的任何都不同。曾命瑞金旗的巧匠试铸兵刃不成，退求其次，铸成此链。这样啊，难怪拉不断，看来没钥匙是开不了了。是的。小昭，你放心吧。打开锁链之事就包在我身上，我会另想办法打开的。哦，没关系的，反正我戴着脚链已经戴习惯了，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，反而觉得好听，还是戴着好吧。干嘛呢？哎呀，真是别干了！别给我踩！五姑娘，师哥，师哥，师哥！
师哥，我好想你哦。你不是师哥，师哥死了，你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都死了。把这些不入流的帮派全砍了！来，慢着！明教有我张无忌掌理后，就绝不滥杀无辜。只要你们放下武器，就饶你们不死，并送你们下山。还不快走，等死！说句话。你们有我为教主，那我说的话，你们听是不听？听！不听者，教规严惩。是。好，那我就说了。本教一直给外界视为邪魔外道，为改变过去武林对本教的误解，从今以后，大家一定要严守教规，行侠仗义，为善去恶。尤其是本教兄弟之间，务必亲爱互助。有如手足，切戒自相争斗。我等谨遵教主之律。天鹰教众听着，本教和明教同气连枝，本是一脉。天鹰教这个名字永除民武林，返本归宗。人人捐济救院，为明教群策群力。另外，打从今日起，只有张教主，没有殷教主。不遵者，犯上叛逆。遵令。天鹰教和明教分而复合，乃是天大的喜事。不过，我还是要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。就以事来论事，依据杨前教主遗书所言，找回圣火令的人就是明教第34代的教主。他逝世之后，教主之位就由金毛狮王谢逊在这，所以我认为理当即刻前赴冰火岛。迎归谢法王，由他设行教主，然后再设法寻觅圣火令。属下有话要讲。我明教群龙无首数十年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您这位智勇双全、仁义豪情的教主统领我们，可以重振声威。属下担心的是，万一我教中有一庸碌无能之人，无意中取得圣火令，怎么着？难道求他当教主不成？杨前教主的遗言是20多年前写的。跟当今的局势大不一样，依属下之见，金毛狮王还是要迎接的，可圣火令也是要寻找的，但要找另外一个人做教主，恐怕是不负众望啊。是啊，行，谁还能做教主啊？不成，杨前教主的遗命绝不可违。好了，我心意已决，大家不必再多言了。哎呀，眼前第一大事是去海外迎归金毛狮王谢法王。此行非我亲去不可，还有哪位愿与我同去啊？我等愿追随教主同赴海外。不行，前往海外的人手不必太多。明教此刻尚有许多大事需人料理。这样吧，杨左使随我前行，吴散人率领天地风雷4门，刘镇光明顶重建总坛，金木水火土5旗分赴各地，召集本教分散了的人众。请外公率领天鹰旗寻访光明右使和紫山龙王2位的下落。韦福王，请分别前往6大门派掌门人居处，说明本教只占修好之意。纵使不能化敌为友，也当能止息干戈。遵教主圣谕。爹，我也想到海外去瞧瞧冰火岛的风光啊。我可做不了主，你去跟教主说。不会，妹妹，海行甚是危险。你若不怕，杨左使又放心你去，那我也没意见。我什么都不怕，爹，咱们就跟无忌哥哥。不是，我是说教主，咱们就跟教主一块儿去，好不好？教主都开口了，爹能说什么？谢谢爹。
小昭，我到处在找你啊。小昭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聊聊。怎么了？你不要难过，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帮你解开这玄铁镣铐的。你好像有很多心事啊。没有，公子教务繁多，不必再为小昭一人费心了。你要跟我聊什么？才几天时间，那么多事一下子全压在我头上。说是机缘也好，说是天意也好，我忽然莫名其妙地学会了乾坤大挪移，又赶鸭子上架成了明教教主。这些突发状况，我真的承受不了了。我觉得你处理得很好啊。我没有经验，完全是凭直觉来做我该做的事情。小昭，我真的开始有点忧心，怕往后的路不好走。公子，不管你怎么做，我觉得只要养不愧天，富不愧地，问心无愧就好了。小昭，跟你聊聊，我的心情真的放松了很多。在其位谋其事，我先去把义父接回来再说。至于你嘛，你就安心留在光明顶上住着，等我把义父接回来，再借他的屠龙刀给你斩头镣铐。昆仑派的，由此断见，不难断定昆仑派在此遇伏。小昭，讨厌的铁链，我尽量不想出声，可还是惊扰了你。小昭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啊！我一个人在光明顶，没有亲人，又没有地方可以去。公子待我好，你到哪里，我也跟到哪里。我带你走。公子真的要带我去冰火岛？还是公子待我好？娘说要提防女人骗我，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。可是我碰到的芷若、不悔、小昭、珠儿他们对我都很好，娘的话对吗？是峨眉派的人。我们是峨眉门下，见到火光而来，请教在下张无忌。请问路上可有遇到我师父灭绝师太？据在下所知，灭绝师太离开明教光明顶已有数日之久了。师姐，我就说我们跟师父错过头了。不可能啊！师父要咱们分3路接应，又有信号火箭联络，怎么会错过？各位，打搅了，告辞。保重。教主，我看这事必有蹊跷。灭绝师太打道回峨眉山，不该和接应他的门人错失才对啊。是啊，各门派沿途都有自己特殊的联络暗号，哪有不见踪影之理啊？先是崆峒派，后是峨眉派，
事情有点不太对啊。天亮上路后，为防意外，由我来打前哨。好。教主，属下就此告别，赶回天鹰教，完成教主令谕，寻得光明右使范瑶和紫山龙王。外公，这是咱爷俩话别，不要那么硬邦邦的。好，听你的。无忌，此去冰火岛可要一路小心呐。我不会有事的，见到舅舅，代我向舅舅问好。哎，我也是纳闷啊，他和白堂主先我赶来光明顶，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他的面，我心中好是担心呢。会不会跟珠儿？珠儿？谁是珠儿？这说来话长，我改天再跟你详述吧。外公，一路顺风啊！好，告辞。记得那天舅舅跟我一起去追尾一笑，半途发现天鹰教有警，难道说舅舅着了道？教主，教主，前面有情况。是少林寺僧，一路中行发现了不少门派都遇害，这怎么回事？不管是谁干的，这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要不然这笔烂账一定会记在本教头上。怕又是其他门派遇害。教主，是武道阴六侠。有师叔。好个臭和尚！六师叔是我。无忌，快帮忙抬上去！不行啊，教主，阴六下的所有关节都被人打断了。六叔，是谁下的毒手啊？跟三哥一样，是少林金刚之力所伤。我记得爹提过，30波鱼弹岩也是被少林派的金刚之力捏得骨节粉碎，因此卧床已达20多年。难道会是同一个人所为吗？六师叔，您不要太难过，您把这事交给无忌，我一定会让伤你的人难逃公道。你记不记得伤你的人是什么人？当时天太黑，对方出手又快，实在看不清楚，肯定是光头没错。这一来啊，阴六侠可惨了，这一辈子恐怕都要躺在床上不能动了。爹，你回来了。啊、无忌哥哥呢？哦，在那边。啊。无忌哥，药已经买回来了，小城镇也不知道药量对不对。总比没有好，我找人去煎。不用了，我来煎吧。这药能医好他的伤吗？这药只能压制他断肢的伤痛，要复原不可能，断肢难续啊。就是说，他一辈子躺着不能动了？恐怕是一辈子都要躺在床上。殷六侠，他好可怜，年轻的时候跟娘有婚约，深爱着娘，可却遭受失恋之苦的煎熬。现在命运又要折磨他，让他变成终身残废。我觉得老天爷真的实在不该再折磨他了。不会，我去煎药。不悔说的不错，老天爷是不该再折磨六叔了。你清楚，当年爹娘之所以自杀，全是为了对不起三朵。今日六叔
您有被同样的手法所伤。我再不去少林寺逼出那个罪魁祸首，我怎对得起我的爹娘啊？公子，吃饭了。等一下，我好烦呐。少林寺这趟路，公子是势在必行吧？我爹娘、三伯，还有六叔，都跟这个少林派的行凶之人有关，我不能不去。公子担心，这次去了少林寺，假如少林派肯坦率交出罪魁祸首，那是再好不过。否则，以公子明教教主的身份，势必要和武当派联手对付少林。这一步路是你最不想走的。我已严令明教兄弟，不忍向各门派帮会寻仇生事。可是六叔，我不能视而不理呀。这是我的私事，可是我却要因私废公，朝令暮改，这叫我怎么服众啊？再说，这祸端一开，此后冤冤相报，只怕又要争斗不息。像我出丹次大人，就碰到这么一件极棘手的难题。我诚心诚意的要止息战争，但凶杀血仇却破人而来。唉，我担当了明教教主这一重任，推不掉，甩不脱，恐怕从今以后，烦恼艰困，将是无穷无尽。好剑呐，好一把倚天宝剑。郡主，有张无忌的行踪了吗？回禀郡主，张无忌一行已经过了玉门关。照他们的脚程看来，不到数日就可以到达本县了。再去探。是。宁敏，这是我父亲的家书。我母亲病危，要我和你回家一趟。殷六侠，吃药了。来。小福，小福，小福，你是不是小福啊？你是不是小福啊？当心啊，药啊！小福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好想你。小福，你要答应我，永远不要再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啊！好了好了，你先把药喝了吧。这事就这么办。教主，教主，找我们有事儿。我想改变行程，不去冰火岛了，先去嵩山少林寺。为殷六侠受伤的事儿找少林和尚理论，我同意。杨左使，你呢？我对殷六侠一直抱憾，他的事我竭尽全力。
小王爷。谁呀？是孩儿，父王。强儿。父王。七王爷。咪咪，你也赶来了。七王爷召我，不敢不来。爹，姑娘怎么了？你不要进来。她现在受不得一点刺激。这王妃怎么突然就病了？病来如山倒，我也是措手不及啊。那大夫怎么说呀？父王，尽力，只有尽力了。为父叫你回来，有2件事。第一，我要让你陪在你母亲身边，度过她所剩无几的人生时日。再者，就是我决定让你跟敏敏早日完婚。七王爷，日子和该遵循的礼数，我会和你父亲商议的。可是我奉旨平了。不碍你的事，你奉你的旨。婚事由我跟你父亲张罗。只可惜你母亲不能安享儿孙绕膝之乐。但是我要让她见到独子完婚，我不希望她抱憾而去。爹，明明，明明，我不在你身边保护你，你自己要万事当心啊！你要小心啊！仗着皇亲国戚，说定日子成亲就成亲啊！哼，我才不吃这套，到时候我要你找不到人。先暂住这里，安顿好六叔后，杨左使为福王随我去少林寺。下马打尖。是啊，是啊。你们一定要小心点啊！哎，轻点，轻点。慢一点，小心点。哎，当心点啊，轻点。轻点。哎，好。哎，轻点啊。教主，请。来人呐！再叫，我打死你！看什么看？就挖谁眼珠子？打你！你想我死？天剑，倚天剑，剑没错，灭绝师太身不离剑，怎么会在他身上？这个人是一位姑娘。姑娘，她的神态举止说明她是女扮男装。教主，咱们一路东行，各门派都出了事，会不会跟她有关？为了一查倚天剑，为何在他身上？走，走。地上仰慕名叫张教主，人侠高义，特命小人在此恭候，请各位入庄。对方是有意引我们来此。教主，进房有诈。如果不进去，怎能解决对倚天剑的疑惑？我们是否见过面？三位是当世英雄，
陛上心仪已久，今日路过，岂可不奉上水酒3杯，聊尽地主之谊？请问贵上名讳如何称呼？陛上姓赵，归民不敢擅称。归民？教主，对方无意隐瞒女扮男装，越是如此越要小心。哎呀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人家愿意报我身份，就足见以诚相待了。好，贵上相邀，却至不恭，请带路。请。这边请。明教的3位朋友能驾临绿柳山庄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张教主、杨左使、韦福王，请。姑娘能一一点出我们3个人的姓名，说明对我们的来历很清楚啊。明教近日光明顶一战，张教主以绝世神功威震6大门派，轰动武林。这么大的事，小女子怎么会不知呢？请。各位路途劳顿，请用些饭菜吧。请，请。这是绍兴的女真陈酒，在地窖藏了18年，请各位尝尝味道如何。人在江湖，处处得防备。尤其是陌生人，面对陌生人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应该啊。赵敏诚心相交。我说的没错，这是好酒吧。3位尽情放怀，无需客气。赵姑娘，承蒙厚待，我等无不感激。在下有句话想问，只是不便出口。张教主实在太见外了。我行走江湖多年，所谓4海之内皆兄弟。如果张教主不嫌弃，大家可以做个朋友。有什么吩咐，愿竭诚奉告。既是如此，在下就直言了。请问赵姑娘，这把倚天剑从何处得来啊？自从和你们3位相遇，你们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倚天剑，不知有何缘故啊？实不相瞒，此剑原为峨眉派灭绝师太所有，必教弟兄命丧此剑之下的实不在少，在下自己也曾被此剑穿胸而过，险些丧命，适宜关注。张教主神功无敌，听说曾以乾坤大挪移法从灭绝师太的手中夺过此剑，又听说此剑伤了张教主，是一个武功平平、峨眉派的女弟子，这让我很不解呀。由于对方来得过于突兀，在下未及留神，所以失手受伤。想必那位伤你的周芷若周姐姐一定美若天仙，才会让张大教主失神，是不是啊？姑娘取笑了，在下回敬赵姑娘。不敢。哎呀，非常抱歉啊，我进去换件衣服，你们不用客气。跟我来。此款水仙的香气清芬优雅，甚是少见呢。哎，这个赵姑娘把宝剑留在这里，还挺放心的啊。哎，韦父王。哎呀，看看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教主，你不是也挺好奇的吗？怎么了？这剑怎么那么轻啊？哎，木剑，一股檀香味儿，的确是檀香木所制。赵姑娘为什么要以木剑以假乱真呢？教主，就怕这赵姑娘对我们的来历知之甚详，十有八九不怀好意。
恐怕我们身处险境。属下认为还是赶快离开为好。他哪敢轻举妄动？咱们3人还怕他？哼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自打我们进入绿柳山庄，到处透着诡异，似正非正，似邪非邪。我在这江湖混了大半生，也看不出是何道理。要想在此久留，势必受制于人呐。我看不出什么诡异。要说诡异，这酒里没毒，菜咱们也没动过，我看没什么问题。再怎么说，教主来此就是为了查访倚天剑，咱们就这样走了，不是半途而废吗？你放心，这位赵小姐布下的一阵自是有备而来，我保证她还会找上我们的。好，我们此刻有事在身，不必多生枝节，日后以逸待劳，一切等弄清楚、看明白再说吧。张教主，劳烦通告贵主上，多谢盛宴，我有要事在身，先告辞了。请张教主亲自向小姐辞别。张教主，怎么要走了？我们俗务缠身，不能多待，日后当再来拜访。我会在此恭候大驾。我说杨左使啊，你太大惊小怪了。我看人家赵大小姐未必有歹意，她拿一柄木剑跟教主开个玩笑，那是女孩家胡闹，你还认真了你？我也说不上来，总觉得不对劲儿。哎呀！我说你呀，堂堂的光明左使，在光明顶一战之后，犹如惊弓之鸟啊！哎呀，魏夫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女针灸太烈了，我脑袋有点晕呢。哎呀，不对呀，我才喝了1盅啊，应该站得住。魏夫，不论心头如何烦恶难受，总之绝不可掉进内息，否则毒发无救。切记，切记！已经很小心了，怎么还会中毒啊？我说过，我会在这里等候张教主的大驾。赵姑娘，在下向你讨起棵花草。多谢解药，告辞了。张公子，你这什么功夫啊？乾坤大挪移吗？我看也是平平无奇嘛。老是心怀不轨，刚才摘下珠花的时候，要是在你的太阳穴上一戳，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你喜欢这朵珠花就送给你啊，不需要动手强抢嘛。那就还你吧。你是小偷！此话怎讲？你偷了我珠花上最大的2颗珍珠。无理取闹，我没工夫理你。你自己看啊，是不是少了2颗珍珠？我没拿珍珠，而珍珠不见了，这就只有一个解释，这就是你故意摘去，再施诡计。张无忌，
你若有种，就走到我跟前3步。我不受你激将，你说我胆小怕死，说我没种，都随你吧。算了，今天算我栽到头了，我回去怎么见我师父啊？张教主，多谢你成全啊！即使你武功再高，力气再大，也推不开的。你骂我啊？我假装自杀，害你中计，你一定很气我，你一定会骂我阴险狡诈、卑鄙无耻。张教主，这个陷阱呢是纯钢锁住的。打磨的滑不溜手，连条细缝也没有哎！你居然能以壁虎游墙功游上去，哼，佩服佩服啊！你也陪我深陷此钢牢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这丫头狡猾得很，陷阱中一定有别的出路，不能让她独自逃走。你干嘛？我怕你独自逃出去。要活命，我劝你趁早开了翻版。你慌什么？你跟我又不会饿死在这儿。等一下我下人找不到我，肯定会放我们出去的。可是我担心的是，他们若以为我出庄去了，那就糟啦。这陷阱之中没有开启翻版的机关吗？瞧你生了一张聪明脸，怎么会问得这么笨呢？这陷阱又不是设来自己玩的，这是用来捕捉敌人的。难道在这里面设一个机关，好让敌人脱身啊？哎呀，你别急嘛，休息会儿。不行，我多耽搁一会儿，杨作是和韦父王性命就多一份危机了。你要是再不立刻放我出去，休怪我心狠手辣。好啊，你杀了我，你也出不了这钢牢。喂，那你授受不亲哦，你老抓着我干嘛？我讨厌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告诉你，因为你是坏人。不许你说我是坏人。你就是坏人。坏人！坏人！你打我吧，我不害怕你。我讨厌你。我问你，我明教和你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，你何故要处心积虑置我们明教于死地呢？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，好吧，既然你问起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不说，你当然不知道了。我不需要你从头说起，虽然我很想知道你的身份来历，可是等你从头到尾慢慢说来，杨作是和韦父王早已经毒发毙命。何况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来历是真是假？万一你捏一套谎言胡说八道一番，那只是枉然废时。眼前我别无他法，我就逼你，叫人来开启翻版。我现在只要轻轻用力，你的性命就没了。你还不叫人开启翻版？我无人可教啊！再说，这个钢牢是封闭的，就算你喊破喉咙，也没有人听得到嘛。你还嘴硬？你不信啊？那好啊，不信你自己喊喊看嘛。你欺负我！
我哪有想欺负你啊？我只是要你放我出去。我又没不答应放你出去。好，你要我叫，我叫了。哎，来人呐！我掉在干牢里面了，快来人，把饭缸打开啊！喂！你看，没用吧？你不羞，你又哭又笑的，成什么样子？你自己才不羞呢！一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。你是弱女子，你诡计多端，你比10个男子还厉害。多谢张大教主称赞，小女子当之不愧。你。你要干嘛？张无忌，你要干嘛？我来救人，张无忌已经治好无礼了。张无忌，不要乱来啊！你放开啊！你放开啊！无忌好痒啊！我讨厌你啊！放手啊！张无忌，放开啊！我讨厌你啊！张无忌，你这臭小子，你这贼小子！你赶快放开我，我受不了了！我有一天一定会将你千刀万剐！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饶了我，饶了我吧！你饶了我，饶了我吧！放开我，放开我啊！张无忌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，张无忌！张公子，张家主，你饶了我，饶了我！你愿意放我出去了吧？我放帮我把我的鞋袜穿好。你可以放我出去了吧？赵姑娘，适才在下，实在是迫于无奈，如有无礼之处，这里跟你谢罪了。赵姑娘，我走了。我家主人，请张家主收下，留作纪念。后会有期。水是。
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一直等不到你们回来，是不回姐怕你们出事，赶来支援，刚好碰到援兵要杀害杨左使他们。好狠毒的诏命啊！无忌哥哥，你说谁呀？就是绿柳山庄的主人，他处心积虑，双管齐下，想置我们于死地。没事了，多谢教主。爹，属下不解，在绿柳山庄处处小心，怎么还会中毒呢？那赵姑娘下毒的心机非常高明。我带的花就叫醉仙灵符，此花难得，却无毒性。那把甲乙天剑乃是用海底的麒麟香木所制，本身也是无毒，可是这两股香气混在一起，变成了剧毒之物了。哎呀，都怪我呀！我手痒啊，拔出倚天剑，我瞧什么瞧啊我！他既处心积虑的设法陷害，魏福王就是不去动剑，他也会差人前来拔剑下毒，那是防不了的。你们看，这位赵姑娘早就算到咱们解毒之后会去烧庄，她就先把庄子烧了。此人虽是女流之辈，确实是个劲敌呀。不回妹，无忌哥，无忌哥，你快劝劝殷六侠吧。怎么了？都一整天了，殷六侠他不肯吃也不肯喝的，跟他说话也不搭理我，就是眼睛也不肯睁开。你看，六叔，不悔说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要老实回答我。小侄知无不答。我的断肢有没有希望复原？你答应我的，知无不答。有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在骗我。不，你是在安慰我。真能复原的话，你30伯就不会躺在床上残废20年。我不想像你30伯那样，做人没有尊严，事事叫人服侍，处处看人脸色。我不想活得那么没有自尊，我不要！六叔，你把我杀了！你是我侄儿，当侄子的就要听叔叔的话，快动手！六叔，你听我说，你把我杀了，快把我杀了！我情愿一了百了，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快动手！动手啊！你把我杀了，快把我杀了！在感情上，我已经是个伤兵了。现在我活着一点意义也没有。无忌，我求你杀了我，让我早点解脱，让我早点脱离这个悲惨的世界。黑玉断续膏，我熟读叠骨医仙胡青牛的医经，记得上面有记载，在西域有一路外家武功，疑是少林外支，手法极其怪异，断人肢骨，无药可医。仅其本门秘药黑玉断续膏可续接断肢，然而这个膏如何配制，却其防不传。六叔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是信口开河。无忌，你去少林寺就是讨那个黑什么？黑玉断续膏。无忌，你给了我生机，就不要让我失望，好吗？不会的，六叔，哪怕跪求，我也要空文大师给我黑玉断续膏的。六叔，你安心吧，我回房去了。无忌哥，刚才你说的黑玉断续膏，真的有这种圣丹妙药吗？这只是胡青牛的医经记载，到底少林寺有没有黑玉断续膏，我不敢保证。那你……我答应了六叔，我会竭尽全力去找。哦，不悔妹，我还要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照顾六叔啊。其实，小时候我常听我娘聊起殷六侠，娘对他总是充满了愧疚，每每提到他，娘的眼泪就怎么也流不止。
可能是小时候听娘说多了，心里对殷六侠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。我总觉得我应该为我娘做些补偿，我也说不上来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去看看殷六侠，他肯不肯吃一点东西。你回来了。嗯，我倒茶给你喝。小赵，以后你不用再做这些丫头的建议了。我服侍公子是心甘情愿的，不论是什么建议呀。哎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我怕盒子里装着什么毒虫毒药、毒箭暗器的，所以不敢开。说得对。这赵敏姑娘诡计多端，叫人防不胜防，是应该当心一点。小赵，你过来。哇，好漂亮的珠花啊！这珠花，我曾从赵敏鬓边摘下来过。这2颗珍珠，它又重新穿起，我不明白它是何用意。公子，这位赵姑娘对你可好得很呐，特地派人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你。我是男人，要这种姑娘用的首饰有何用呢？小赵，你拿去戴吧。不，送珠花给你，就表示人家对你有情意呀，我怎么敢收呢？小赵，你瞎说什么呀？拿去！我这……公子，难道送你个礼物也不成啊？好吧，小昭只好谢过公子了。想聊聊吗？聊什么？聊你心里想的事啊。小赵，你真的是……怎么啦？我心里有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小时候，我和爹娘在去武当山的路上，被援兵绑架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见到个小女孩。是赵敏？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刚才我们被援兵围攻的时候，是谁下令撤走援兵的？是赵敏。由此联想，应该是同一个人。他气宇不凡，言行举止透露着贵族气质。由他能指挥援兵来看，赵敏定是皇家之后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针对我呢？心中有太多的疑问，让我想不通。疑问？在深陷绿柳山庄刚牢的时候，赵敏不提不问我为何清楚中毒之事，又为何知道解毒之法？要不是他对我了如指掌，为何对我每一步要走的路都清清楚楚呢？想来，不禁令我脊背发凉，越想越觉得可怕。公子，你也不必再钻牛角尖了。我相信你和赵敏还会有碰面的机会，到时候你再找他一解心中的迷惑。也只有如此了。
花穿好。可恶，他竟然碰我的，太凶了。不过真气自己，当时怎么不给他2个耳光？不许你说我是坏人！你就是坏人！坏人！坏人！难道在那个时候我就对他有……不行，我不能乱想。我答应蝶要帮他平乱，消灭叛军。明教是叛乱的根源，绝不可心软。教主，吵起来了！吵起来了！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他们父女俩吵起来了，吵得好凶啊！哪2个？哎呀，还会有谁？杨逍和他女儿杨不悔呀！你被我说到心里的痛处，恼羞成怒了。你还说？爹，应该面对的，总是要面对，你躲也没用的。因为你是我爹，所以我才会这么说。我相信这么多年来，你心里也不好过。夺人所爱不是男子汉的行径啊，爹。我跟你娘是2厢情愿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娘不肯跟你厮守终身？因为她觉得她对不起跟她早有婚约的殷六侠，所以宁肯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。她为你取名不悔，也是证明她对我的情谊。永不后悔，爹。教主，无忌哥哥，我刚才听韦福王说，你们父女起了争执。教主来得正好，请教主说句公道话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必须赶往嵩山少林寺，因为殷六侠行动不便，怕耽误行程，我想让他暂住客栈，派2个人照顾他。待少林事毕之后，我们再回来接他。可是，不悔执意要留下照顾六侠。说是爹，他不方便说，我来说。我之所以要留下来，是要代母补过，替父赎罪。这个，常言说到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在这儿是多余的，我睡觉去了。家务事的确难处理，不过杨左使，你要我直说，我就说了。此番前去少林寺，吉凶未定，去的人越少，就越减一分危险。其实我本来也就想把小昭、不悔，还有我六叔留下来。至于不悔妹妹为父母补过赎罪，在我认为，任何人都无权否定，甚至反对她的一片孝心。杨左使，一切依教主之言。好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公子，小心呐！爹。对不起啊，昨晚的事，您不要生女儿的气好吗？教主，山门是开着的，我们是按常理先递名帖，还是……教主，当年我和师公就坐在这儿，深受日晒夜寒、风吹雨淋，煎熬了3天3夜。少林寺不开门就是不开门。我好思念师公啊！教主，我和空文大师有约，直接入寺，不必拜帖了。
哎，教主，少林寺似乎发生过一场大战，你们私下找找，能不能寻得少林僧人可以为民降油？是。进去看看。这里经过了一场激战，看起来非常惨烈。少林僧俗何止1000人，怎么一个人都不见？明教张无忌求见方丈空文大师。一个人都没有，看来是非寻常啊！属下推论，少林必然受到重创，只是不知江湖中哪个帮派有如此能力呀？教主，教主，启禀教主，少林罗汉堂中的18尊罗汉像好像给人移动过，不知其中是否有蹊跷？去看看。教主，我实在看不出这18罗汉有什么古怪。禀教主，这每一尊罗汉像都像给人推动过。本来属下疑心后面另有门户道路，但探查四周均无密门密道。奇怪呀！教主，上面有字。怎么有字？刻痕甚新，显然是刚刻不久啊。既然一尊罗汉像有字，那么其他罗汉像的背后肯定也有字。有道理。把每尊罗汉像都转过来看看。先诛少林，再灭武当，唯我明教，武林称王。教主，咱们快把这些字刮掉，不做冤大头。敌人用心恶毒，但是刮去这几个字也未必有用。是啊，少林被灭，这账算到我明教头上，那可怎么办？刻下这16字之人，既是存心嫁祸本教，使本教承担毁灭少林派的罪名，好让武林群起而攻。可是为什么又使罗汉像背向墙壁，不将这16个字翻向外面呢？对呀，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，这些罗汉像一定是另外有人转过去的，有人在相助本教。这个人是谁呀？这其中的原委也只有教主，先诛少林，再灭武当，只怕武当派即将有难。前往武当山的路上，可想而知，目的是在阻截武当派的救兵。教主只管赶路，属下与他们纠缠。为父王自重。教主放心，我老蝙蝠一向不打命。来者止步！哪位朋友夜闯武当？少林僧人空相有急事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。原来是少林派空字辈的前辈大师，请。张真，这等毁寺灭派大事，空相怎敢胡言乱语？
就请道长立即禀告张真人，事在紧急，贫僧求见，片刻延缓不得啊！大师来得不巧，比师祖自从去年做官，至今1年有余啊。既然如此，那请通报宋大侠吧。大师伯率同诸位师叔和贵派联盟，远征明教未返。远征明教未返？不对呀，依时间推算，难不成大师伯他们在途中遇上了麻烦？哎，武当无人主事，想来武当派也会和我少林派一样难逃此劫啊。地派事务现由于三师叔主持啊。于三侠手足有伤，行动不便，贫僧是否能前去和于三侠说明来由啊？那大师随我来。好。谁呀？少林寺空相大师求见。啊，进来吧。是。请。喂。对不起啊，师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来人！来人！对不起啊。来人呐！来人！来，进来！到后山小院见祖师爷去。是。少林派哪一位高僧光临寒舍？老道未曾远迎，来望恕罪。张真人果然是一代宗师，听声辨人，贫僧由衷的感佩呀！弟子参见祖师爷。起来。不知大师法号？贫僧少林空相，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。不敢。大师不必多礼。深夜来访，必有要事，请说话。日前少林派惨遭千年未遇之浩劫，明教为报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之仇，偷袭少林寺。本派自方丈空文师兄以下僧俗弟子，或战死，或被擒，仅贫僧一人拼死脱逃。现今明教大队人马正向武当而来，贫僧是特来告警的。明教竟然如此猖狂！只是老道不解，少林寺高手如云，怎么会遭到了明教的毒手呢？明教假扮围攻光明顶凯旋而归的我派中人，因此刘寺僧众不防，被明教杀的是措手不及。一场激斗，我少林派以假乱真，有谁能防啊？张真人。今日中原武林的存亡荣辱，全系于武当一派。贫僧恳请张真人为我少林雪耻报仇啊！空相大师，武当少林本是一家，这灭寺之仇。师父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纵横江湖一生，没有想到着了假空相的道，只怪我年轻时缘起少林，心中一直与少林有不解之情，才没有防备。糟了，听师公说话的声调，就知受伤着实不轻。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，师公腑脏已损，我是否应立即表明身份，相救师公？三师叔，师公，明教大队人马到了紫霄宫，口出污言秽语，说要踏平咱们武当派。他们那么快就到了？这位假冒的空相大师，
定是明教先前派来取我性命。他抱着必死之心，全力搏命一击，重伤于我。若奸计得逞，咱们武当今日恐怕要步少林后尘，难以自保。师父，我们跟魔教拼了吧！不许逞匹夫之勇。武当兴亡，无足介怀。只是武当派的绝学却不可因此而中断。代言，师父，我做官18月，悟得武学精要，太极剑和太极拳已无瑕疵。此刻，我传授于你吧。师父，弟子残废已久啊！我听着，我这套太极拳和太极剑跟当今武学全然不同，讲究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。远桥、连州、松溪、黎亭、生谷都不在身边，代言，你必须身负传我生平之绝艺的重任呢。是，请师父赐教。这是太极拳的起手式：揽雀尾，单边，提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搂膝袄步，颈部斑斓垂，如风似壁，十字手，抱虎归山。太极既是以慢打快，以静制动，阴阳变化，果是精微奥妙的上乘武学。这套拳术的诀窍是虚灵顶劲，含胸拔背，松腰垂臀，沉肩坠肘，16个字，纯以一形最忌用力，形神合一。代言，你懂了几成啊？弟子于鲁只懂得3、4成。那也难为你了。你武师弟悟性最高，可惜不幸早亡，否则当传我这门绝技。这拳劲首要在似松非松，将斩未斩，尽断亦不断。张三丰，再不出来，我一把火烧了你道观！快出来！代言，你全身残废，明教不会对你防备，千万戒急戒躁，更不可强行出头啊！倘若我苦心所创的绝艺不能流传后世，那你可是我武当派的罪人了。弟子受教。走吧，去见见明教的人。抬我跟着师父。这位是我师尊张真人，各位来到武当，不知有何见教？难道没有为首的可以答话吗？教主到！白朴，原来一切都是他的捣鬼，难怪少林派会一败涂地。晚生张无忌
今日得见武林中北斗之王，幸会幸会。张无忌，老道万万没有想到，明教教主竟是如此年轻俊美的少女。巧的是，名字又偏和我那无忌徒孙相同。张真人，您真是好眼力呀！一看就知道我女扮男装啊！贫道的几个徒儿不自量力，曾赴贵教讨教高招，迄今未归，不知他们下落如何，还请张教主明示。宋大侠等人在本教的手中，而且受了点伤，不过性命并无大碍。至于那位殷六侠嘛，我那姓殷的小徒呢？哎呀，那殷六侠就可怜了，和那位于三侠一模一样，这四肢啊被大力金刚指全给折断了。师叔，这人呢是死不了，不过动弹不得。师祖，师傅，啊！哎呀，张真人似乎身体不适哦。不劳张教主操心，老道健朗得很。那晚生就有一句良言相劝了。讲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我蒙古皇帝威震四海，张真人到时若能孝顺，皇上肯定另当书封，武当派大蒙荣宠。宋大侠等人人无恙，到时肯定会封爵加禄啊！明教虽多行不义、胡作非为，却一向与援兵作对，曾几何时却投了朝廷。老道是否封官太久，倒是孤陋寡闻了。弃暗投明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少林派空文神僧以下，个个都效忠朝廷。本教见大势所趋，追随天下贤豪之后而已呀。元顺帝残暴，多害百姓，这是民怨四起。贫道虽是方外出家之人，但也知大义所在。空文乃当世神僧，岂能为势力所趋？你这姑娘何以说话颠倒是非？这么说，张真人是不肯归顺我朝了？你字字句句听得一清二楚，还要贫道重复吗？张真人既然如此冥顽不化，那我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。请各位跟我走吧。韦夫王。明教张教主坐下，晚辈韦一笑参见张真人。韦先生不必多礼。久仰清义福王清功绝顶，世所罕有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张真人夸奖了。姓赵的，你冒充明教，破坏本教名声，用意何在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何必如此阴险毒辣呢？哼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，小女子阴险毒辣，你想怎么样啊？你不要老是这么男不男女不女的好不好？害得我口快说错了话哦。咱们言归正传，你冒充我明教之名，先攻少林，再扰武当，到底是居心何在？你又是什么来历？啊？不说话，那我就要开骂了啊！我要骂到你说实话为止。你这个臭！哪个替我张嘴？是。嗨，大师傅，让个路！明教张教主坐下，游行散人布袋和尚说不得，参见武当掌教祖师张真人。你们把贫道弄糊涂了，到底谁才是明教的人呢？啊？比教奉张教主之命赶来救援，现都在武当山下听候差遣。哼，虚张声势啊！
要不要我发信号攻上身来，证实我所言不假？啊？你是说奉教主之命？我是这么说了。那他人呢？叫他来见我。啊哈！你这话一出，你就不打自招，承认自己是个冒牌货了吧？张真人也已经分出敌我了吧？啊？你别得意，就凭独鞭符和一个臭和尚，成不了什么气候的。再加上我呢，我白眉鹰王殷天正。喂，鹰王，你也来了？接到光明左使杨逍的传令，知道亲家有难，一路上我骑死了8匹马，飞奔而来。张真人，晚辈斗胆叫一声亲家，请恕罪。我徒儿张翠山和你千金殷素素已结成夫妻，你叫我亲家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了。明教的高手越来越多，筹划多时，审慎安排的计谋，看来今日难以成功啊。但是好不容易将张三丰打成重伤，这是千载难逢、绝无第二次的良机啊！今日若不乘此机会灭了武当派，日后将更加棘手了。江湖上传言武当乃正大门派，岂知耳闻不如目见。哼，原来武当暗中和魔教勾勾搭搭，全仗着魔教撑腰，哼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哎，赵姑娘，你这句话说的太没见识了吧？张真人威震武林的时候，只怕你爷爷还没出世呢。你个小孩懂什么呀？是你说的对，还是我没见识？那得由武当来证明啊。如何证明？今日前来，专程讨教武当绝学。武当派不论哪一位下场，我们都乐于奉陪。武当派到底是确有真才实学，还是浪得虚名？交战之后，既能昭告天下了。至于明教和我的过节，日后再慢慢算账也不迟啊。哼，张无忌这个臭小子，奸诈狡猾，我日后见了他，一定要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以消心头之恨。哎呀，很好，很配。独鞭符，你说什么呀你？啊，赵姑娘，本教张教主少年英雄，你赵姑娘美貌如花。看起来年纪比我们张教主呢还小几岁。哎，这么着，我老蝙蝠给你们做个现成的媒，你就嫁给我们教主如何呀？啊？张真人，你若不肯露一手，就留句话下来。说这武当派呢，乃欺世盗名之辈，我就立刻带人下山，并归还宋远桥等人。天都亮了，这样吧，一战定输赢。阿大、阿二、阿三，你们站出来。张真人只需将我这3个不中用的家人打发了，我就佩服武当派的功夫，确实是名下无虚。要不然嘛，江湖上自有公论，也不用我多说。张真人，你就先跟我家的阿三比比拳脚吧。张真人，请。好雄厚的内力啊！连老夫都自叹不如。这丫头手底下怎么那么多奇人异士啊？张真人，你要是不想下场，只需交代一句，我不会动蛮硬逼哦。太师傅，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，又何必劳动太师傅大驾？让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也就够了。这位施主足蹬青砖使的是少林派金刚伏魔的外加神功，像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。你小孩强出头，恐怕以卵击石啊！少林外支啊，那我更有兴趣了。
他怎么会太极拳呢？这宁小童不是你的弟子吗？我没见过他呀。啊？定是我将太极拳传给你的时候，他在一旁学会的。此子天赋极高啊！用意不用力。太极元传。无是断绝。当得机得势。令对手齐根自断。一招一式务须节节贯穿。阿三，拿黑玉断续膏来。本门的虚功妙药，秘密之极，连本门弟子也不知道。你这小童从哪里听来的？我是顺口试的，看看胡青牛的易经是否有误，还真有了。拿来。没有。拿药来。没有。拿药来。没有。如长江大河，滔滔不绝。把黑玉断续膏拿出来。想不到堂堂的明教大教主这么没出息呀，在武当假扮起道童来了。赵姑娘言之差矣，先父翠山公正是太师傅座下第5弟子，子随父，我张无忌就是武当人，不须假扮。徒孙张无忌叩见师公和三师伯，事出仓促，未及禀明身份，还请恕欺瞒之罪。孩子啊，我一直以为你已经……太好了，你没有死，太好了！太师公，无忌好想你啊。翠山有后了，他可含笑九泉了。张志，恭喜你啊，教出这么一位好徒孙呐！我也应该恭喜你呀，生了这么个好外孙。什么好外孙、好徒孙啊！2个老不死，生了一个奸诈狡猾的小鬼出来。赵姑娘，阿三是你的手下，想必你定有黑玉断续膏了，请赐予我三师伯6师叔，以便治好他们的断肢。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我啊，恨你入骨，不将你碎尸万段，难抵昔日在绿柳山庄岗楼中对我轻薄羞辱之罪。那日，为了解救我教中人，事在紧急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其实在下绝无丝毫轻薄之意。
你要黑玉断虚膏，那也不难，只要你答应我3件事，我便双手奉上。哪3件事？我现在还没想起来，等到我想起来了，我说1件，你就做1件。那怎么成？如果你要我自杀，要做猪做狗，我也必须依你。我不会要你自杀啊，也不会叫你做猪做狗。就算你肯做，只怕你做不来。好，只要是不违侠义之道，而我又做得到，我张无忌依你也无妨。公子，张公子，哎，小张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和不悔姐陪殷六侠他们一起来的。那六叔呢？哦，他们就快到了。阿大在。去把姓张那小子的2条胳膊给我砍下来。是。让开！姓赵的丫头，你太卑鄙了！用倚天剑欺负我教主手无寸铁，我就是卑鄙，怎么样？谁叫他把我送给他的东西转送给别的女孩？无忌，看太极剑法。无忌，看清楚没有？看清楚了。还记着没有？已忘记了一小半。现炒现卖也难为你了。现在怎么样？已忘记了一大半。糟糕，教主越忘越多，那他就……张真人，你这路太极剑法很是深奥，看一遍无忌怎么记得住的？请你再审一遍，给我们教主瞧清楚。现在呢？我这下全忘了，忘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啊，不坏不坏，忘得真快呀！他们徒孙俩在干什么？哼，临阵学武未免太迟了吧？主人，属下无能，甘领罪责。且慢！不留下黑玉断虚膏，休想走下武当山！
啊！教主，公子，是他们，是他们！教主，教主，无忌，还不出来，还不出来！魏福王，你不要走一步就叫一句，烦不烦呐？嘿，教主中了玄冥二老的玄冥图掌，我是在担心他呀。这教主和张真人在里头好半天了，不知道他。师公，您在笑我啊？不是，我是在想，我活了100岁，这100年来的人生经历还没有你几年的精彩。我还真不想有这种经历，在死门关前不知道走过多少回，这种曲曲折折的遭遇，我实在无法承受啊！过去了，一切的不愉快都过去了。师公，您可知无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啊？我又何尝不是呢？你父翠山是我最疼爱的弟子，爱屋及乌。我对你呢，自有一番疼爱呀。自你失踪之后，我不断自责，不该让你去蝴蝶谷啊。好在老天助你，化苦为甘呢。教主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咱们徒孙一聊就是大半天，他们一定是等焦急了。走吧。教主，张真人，你们都在外头啊？属下忧心教主啊！你们难道忘了我有9阳神功护体？玄冥神掌的阴寒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碍事。我是久未见到师公，一聊忘了时间了。